哎，他们人呢？吃饱了，被药庄去了。我那个女孩拖走了药王。哦，他交代你赶快把这个规划稿送到药庄给他。晴儿，哎，送去后药庄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客官。发生了何事？查到下落了，大皇子去了天启，其他人去了他们。果然，无双城内战他们既然败了，必然会寻找新的目标。没想到居然会是唐门。哼！哎呀，这个唐门呢，是最擅长读书邪道的门派之一。要是这个叶雅带着迎客的话，那这个事情就不简单了不？唐门是琅琊王的势力，之前刺杀唐二老爷的任务，就是针对琅琊王最看重的唐连月。或许，这背后站着的，就是大皇子。所以，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哼！雨墨还在调查唐门的情况，先给他一些时间。我们最近做些别的吧，苏明。我们答应过暗河的子弟，会带着他们走向彼岸。南安城，你觉得如何？在这里开宗立派，怕是有些人会不答应。此事就交由我来做吧。哼，行，若是交给我，南安城谁要不答应，我就一刀把他宰了。那我便不管了。苏家主，你们怎么一起来了？谁伤的你？长烈。我和雪薇刚到南安城，就看见昌黎被凌霄宗的弟子给赶出来了。本想着给对方一些教训，雪薇连督长都已经抬起来了，可昌黎却说你跟大家长有令，不得伤人性命。大哥和家主让我去找一块风水宝地，我在牙人的介绍下找到一块景好地好的山庄地皮，可那地皮是南安凌霄宗的。凌霄宗的几个弟子不知哪儿来的消息，一见面便看破我是暗河之人。他们说暗河不被南安城欢迎，暗河要想在南安城偷偷摸摸驻扎，他们不管；但要是想光明的住下，他们头一个不让。哦，他们还说暗河鼠辈趋向光明，难道就不怕灰飞烟灭吗？想必这位便是苏家主。我奉师命追随暗河子弟而来，多有叨扰。没想到你们竟真的见不得光。我居在一家药庄里头。暗河已非昔日之暗河，如今想在南安城开新宗除旧派，凌霄宗也不许吗？这些地皮多为富户所有，而我们凌霄宗与滴水仙方和那些富户关系亲近，我们是不会让他们卖给你们暗河一寸地方的。我们宗主说，暗河沾的血腥太多，南安城庙太小，容不下一尊修罗。宇哥，怎么回事？怎么红熙和子怡都来找我看外伤？苏昌黎，你怎么也受伤了？跟我来，我给你包扎。好。原来你们特意让我们来南安城，就是为了这件事啊？你们这是要在南安城开宗立派啊？想想就不是件易事儿。早知道我就跟七刀叔换换了，他不也是家主吗？我呢，就和雪薇留下来，镇守暗河，让他来。算了，他来了的话，指定把那些人一刀都给砍了。告辞，慢走，慢走。等等，苏公子，我知道你与鹤羽药庄的那位神医有关，
不是我为难你们，实在是凌霄宗和滴水仙锋说了，不能卖任何一块土地给你们了。您实在要寻一块地皮的话，不妨去长生门的驻地打听打听。长生门，哎，这长生门呐，并非南安城本地的势力，是从四怀城那边过来的。虽说这强龙不亚地头蛇，可就是这条过江龙，偏偏从凌霄宗和滴水仙锋的嘴里咬下一块肉来。哎，现在南安城里那些不在两派控制下的土地，正是归他们所有啊。多谢。站住！叫你来怎么这样子？住手！住手！谁啊？他不过是一个孩子，何必下这样的杀手？你们说好，我打赢了擂台之前，那便归我的，为何言而无信？你一个客栈跑堂的，怎么可能打得过我们长生门的刀手？就是，定是用什么诡计赢的。跟我们回去好好交代。谁会一辈子做一个跑堂？我就是靠自己赢的。我知道。这位兄弟，你若再敢多管闲事，最低劣的勇气，来自于愤怒。他不一直在这站着呢吗？但我们的刀怎么断了呀？啊！我刚才感受到一股很强的内力。谁在这里闹事儿啊？大哥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啊！谁把他的刀弄断了？是我。你是谁呀？从哪儿来的呀？葛兄。哎，你大爷的！敢直呼老子的名讳，我找死吧你！哎，等等，哎，你怎么知道老子的本名啊？啊！这是葛长生，长生门的门主。黑水寨一别已有3年，看来长进不少。哎，你是？那个，误会啊！既是误会，那为何他们还举着刀？啊！哎，放肆！你放肆！不！那个，我不是说你啊，我是说他们。你们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你们，快把他收起来！是。那个，属下管教无方啊，别介意啊。听说你是四怀城的恶霸，可这是南安城，你对这里也很熟吗？这里人多眼杂的，正好我也有事，需要拜托你帮忙。啊？哎呀，当年幸得苏公子手下留情，我才能留下这条性命，才有了今日的长生门呐。你当年虽然在黑水寨做事，却救了不少无辜之人。你的命是自己留下的。不提这些往事了，聊聊我所说之事。这暗河在南安城内开宗立派，这件事情很难聊啊。如今的南安城中，我们连一个愿意把地卖给我们的牙人都找不到。哎，不过，既然我正好在南安城办事，又正好在这儿遇见了苏公子，那么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，我保证，明儿一早就将地契交送到药府。那便有劳了，多谢。哎，客气了。这什么破阵，跟个乌龟壳似的，一个破绽都找不到。这可是我自创的阵法，连你的毒都能防住，一时半刻可发现不了破绽。不，
我发现了破绽。哦，是吗？你先把你这乌龟壳收了，我就告诉你。什么破绽？我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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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装什么装啊？我根本就没碰上你，早就防着我这一招。我就是想逗你笑笑。学妹，你说我这阵法配上你的毒，如何？如果那样的话，宇哥，你们聊完了？聊完了。所以，我们什么时候把暗河的驻地搬到这里来？或者干脆把药庄搬到暗河里去算了？你这什么馊主意？你是让病人来暗河来找陈毅治病吗？谁会来？这个问题，或许明早便能解决了。长生门的人还没到吗？是，这都中午了。你说那个长生，他是不是食言不来了？再等等。公子，长生门外一大早就来了好多官府中人，他们将葛门主抓走了。我也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。那些官府中人说葛门主杀了知州之子。什么？这可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我知道你要去做什么。你可查到什么？葛长生，四怀城大名鼎鼎的破烂王，长生门门主。他这次和知州之子有一笔古董交易，但是这笔交易已经达成。这是昨晚发生的事。昨晚？葛长生昨晚只做了2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拿到了山秀庄园的地契，这应当是昨天他答应你的事情。第2件事就是去知州府交易，但是在他离开后不久，知州之子就被发现暴毙于自己的屋中，葛长生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。现已被暴怒的知州大人投入了牢中。站住！又是你，苏家主，只要你带着暗河中人离开南安城，葛长生便会被放出大牢。这是凌霄宗的意思？这是自然，我们会放过葛长生，但是暗河与长生门必须给我滚出南安城。滴水千方目前已经守在长生门的驻地，他们自然是一个意思。你们2家这是联手了？没错，识相的话就立马。你没资格和我对话。我，你，这是凌霄宗掌门。有这个资格和你对话吗？此去，再过去一条街便到了知州府。你想见知州啊？苏沐雨，你疯了吗？你也没资格。鹤羽药庄预嘱知州大人查验公子尸体。你是何人？听闻贵府公子身亡，凶手是名江湖中人。是又如何？你是来替这个江湖中人求情的？他死不足惜，罪该万死。若我能证明凶手不是他呢？你说什么？神医大病初愈，还请劳烦知州大人随我到药庄走一趟。伴侣啊，走啊，还等会个。哎，让这苏沐雨一走，把这个院子里头的神器都带走了。我那个活蹦乱跳的女的，我只是觉得苏沐雨这个人心里想的事情很多，
可都喜欢憋在心里，能把自己憋死也不觉得难受。哼，比起苏上货那个小子，苏沐雨算好的了。你可以猜到苏沐雨在想什么，但你根本猜不到苏上货在想什么。猜不到，我也想不明白。就比如现在，我就想不明白，我们为何会一次又一次的别离？哎呀，傻闺女，你们本来就不是一起的啊。他们是暗货，虽然在你心里面，你们彼此已经把对方当成了朋友，但他们毕竟是暗货。暗货营就是在这个世间不用的存在，并不是他们不把你当朋友，只是他们不希望危险落到身上的时候，也波及到你。好了，莫难过了。锦城，不错的地方。这望城山就在附近，你不想上去见见你崇拜的那个道士？算了吧，毕竟穆家家主拜会望城山，听起来还挺骇人的。穆家家主原来这么年轻啊！看来想去望城山也来不及了。唐门的朋友已经到了，还不是朋友吧？谁又知道呢？阎王帖，这就是你们唐门的待客之道吗？这里是唐门的地盘，唐门出来见人，也需要遮遮掩掩，不以真面目示人吗？唐灵皇何在？与我们暗河相约，就算提前出城迎接，为何来的人不是他？哼，为何你觉得我不是唐灵皇呢？若你是唐灵皇的话，方才我手中这柄唐木剑，早就应该化为粉碎了才对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不如他喽？这可是你说的，雪薇。敢在唐门面前用毒，真是可笑。可笑？我穆家钻研鬼术多年，在用毒方面，可丝毫不逊色于你们唐门。开阵！毒物开鬼门，福道见真火。这是唐门的四方黑水阵，在毒花面前用毒，可笑，叹为观止啊！这个女子居然能将毒术修炼到如此精湛的地步。毒术不仅如此，接下来的事应该会更加有趣。唐门的这位兄弟，我们暗河来此并无恶意，为何二话不说便要开打呢？遇到了暗河，还能有什么好事吗？我明白了，这个女子是个毒人。想不到暗河穆家居然能培育出这样一个毒人。暗河的毒花，
我要他。我明白了，唐门已经在别人的控制中了，所以你们对暗河的到来充满敌意。妄言！我浑身上下皆是菌，你们找死找得也太快了。怎么回事？陆清扬，雪薇，见血封喉，他们怎么没有反应？莫非他们之中有和雪薇一样的毒人？我知道了，他们两个就是大家长心中所说的样人。没有知觉，不知畏惧，百毒不侵。原来如此，雪薇。太难得了，没想到世间居然有这么完美的毒人。你是谁？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带他走。雪薇，可别小看我们唐门了。乖女啊，拉开来的小不是？追命蛇。追命蛇。这是我们药王谷一脉，每个人都会养的保命之物。若是遇到天大的危险时，我们便会悄悄放出追命蛇。追命蛇会爬山涉水，一路前行，寻到另一个药王谷门人那里。还有这种事？我那小师侄，如此谨慎一个人，竟也会遇到危险吗？九天得必一凡尘，万木千川始真真。草树云山染景色，风月难及此间无。这是你最喜欢的施剑仙所写的诗，描绘的就是这座锦城。如今你踏入这座城池，有什么感想？很多年前，我便来过这座锦城。啊？所谓何事啊？当年身为暗河的直三鬼，还能为了何事啊？哈，原来是这样。这是在干什么啊，森林？你看得懂吗？老哥，4条。这叫麻雀牌，在锦城之中很是流行。喝茶打麻雀牌，或者搬条凳子，大家围在一起摆龙门阵，这便是锦城人的生活。龙门阵是一种很厉害的阵法吗？要是这么说，倒也没错，确实因为他们围在一起的架势，很像前朝薛将军围困达鲁时的架势。可这锦城内有唐门坐镇，外有望城山护，多年以来太平无事。这锦城人没事摆龙门阵做什么？
只是说这个架势很像，实际上他们围在一起，也就聊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琐事。嗨，那不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吹牛吗？哼，嗨，苏沐雨，怎么今天一直是在我问问题，你在替我解答？咱俩这角色是不是忽然反了？那个在生活里一问三不知的人，不是你吗？因为当年为了对付一个高手，我在锦城整整住了3个月，所以对这儿有比较深的了解。服了！服了便是赢了？自然是赢了，128分，给钱给钱。你小子也就手气好，来再来，还玩呢？哪个嘞？打牌嘞，莫打话。穆馆主，花袜子，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不是在骂我？锦城话，问候你好的意思。幽默，这位仁兄真是幽默。瓜子，若不是你说的这么真诚，我还以为你在挑衅我。穆馆主，这是你好的意思吗？大家长和苏家家族来此，咋个也不提前知会的事儿呢？晓得好提前安排。我这兄弟，当年在锦城住了3个月，都是你在招待他。是的。所以刚才那句瓜娃子，也是你教给他的问候语。我是和苏家教主开个玩笑，没想到苏家教主便当真了。后来我就没再解释。难怪当年刘玉龙与我对剑之时，神色如此愤怒。原来这句话是骂人的。对不起，谁让你是做一个彬彬有礼的刺客，杀人之前还问好。你这一句瓜娃子，怕是让那个刘玉龙气得连剑都打不稳了。差不多成了。好，不笑了。这比我们锦城变天还快。穆馆主，小的在。方才你说未曾知会我们就来了。小的错了，大家长和苏家家属是啥身份？想来便是了，咋个需要小的指挥？是小的失言了，失言了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早就知会过你了，甚至于在这里等着我们的还有他们。他们？哪个？一个是穆雪薇，毒花，还有一个，你这些年驻守锦城还未见过他，不过他现在已经是你的家主了，他就是穆清扬。你未曾见过他们？啊！我发誓，我真的不曾见过他们。如果是穆家家族来我这小茶馆，我咋个可能不知道呢？情况有些不妙啊。可以说是非常不妙。长河，雨墨人呢？进城前他还与我们在一起。雨墨已经先我们一步潜入了唐门。潜入唐门？都说这唐家宝是龙潭虎穴，我看也没这么难潜。什么人敢闯我唐门禁地？原来是个小少年啊！反应速度倒是挺快，别动，再动就别怪姐姐我对你不手下留情了。你究竟是何人？你这指尖刃不错，我看着倒是有几分眼熟。跟谁学的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
你是要威胁我？其实我已经猜到了，你是唐连月的小徒弟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果然，有什么样的师傅，就带出什么样的徒弟。真是笨啊！我随便一试探，你就全说出来了。你骗我！你方才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你问我是谁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，我是你未来的师娘。什么？你……嘘。指尖。是为了什么？奎大人，有消息。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，作飞花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了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待着的便是这冬天赶快结束。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又下了一场雪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刺客组织，在朝能杀高官贵胄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。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。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徒手接过孽魅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体魅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一招万手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
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你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墨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木、谢，你说他们3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，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。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啊！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府到了。你的谢银江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那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，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这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
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语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越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师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宁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恢复如初。有毛病。可引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。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桃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傅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
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们，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可就死定了。许了一枝梅，没错。你怎么做的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放走的是真的圣医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哼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。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啊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玉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，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难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香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。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。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人的魁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
他死了？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，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们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时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。那是昌河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城。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昌河，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你讲的准备就是在这开等啊？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你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两家都配来这开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。老爷子判处你是铁了心要上位啊！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是我曾经暗河第一高手，上一任魁大人。哼。城郊废邑，那里的好戏快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十三鬼。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，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呀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？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？是个不错的理由，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杀了你。没错。为何不敢一线？谢家的风舞之刀，不错。死！
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弟子。如今我是魁，人中之魁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迫着给他陪葬？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，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的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愿意委托。若我拒绝呢？咱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多，而你身为魁，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，你跟他的情分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。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同样的话我已经回给了老爷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？然后老爷子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他。